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斐，我是来自洛杉矶尔湾的地产经纪，这位是 Amy。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会跟 Amy 一起为大家带来我们在 Yorba Linda 最新的 listing 4115 Live Oak Lane。这是一栋不折不扣的豪宅，占地有1英亩，室内有7间卧室、9个洗手间、3个厨房、5个厅、5车位的停车库，它甚至还有一个20尺层高的家庭图书馆，还有 office。那么呢，后院呢有一个私人的网球场，有泳池，有 jacuzzi， 还有 pool house， 甚至还有一个小农场。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栋豪宅吧。Let's go。因为这个别墅的内部的面积非常的大，有9000多尺，所以我们就不能一一的展示每一个房间。但是呢，我们有一个3D 的链接在评论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别墅的细节部分。好，在入户大厅，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经典的美式风格。进门之后，门的外缘包围的全是透明的玻璃，你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前院自家绿草如茵，好多树木。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进门的这个小路跟门廊上面的这个红砖铺设相呼应。大家看过我很多的视频，现在很多房子建造都是纯木的结构，这种红色的砖头已经很少见了，非常昂贵的建筑的成本。作为经典的美式豪宅，这个别墅里面呢有2个楼梯。第一个楼梯呢，就是我们入户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旋转楼梯，配上这个吊灯，彰显了这个豪宅的气质。另外一个楼梯呢是在别墅的右边，是用于卧室之间的这个上下楼，非常的合理。对，因为它是一个豪宅来着，横截面非常的宽。如果所有的人都通过这一个楼梯上下楼的话，会在这个横截面之间跑来跑去，所以这种双楼梯的设定是非常合理、非常舒服的科学的设计。对。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在我的影片，甚至任何人的影片里面看到一个别墅配备了一个20尺层高的家庭图书馆？这个房子所在的学区是 Yorba Linda 学区，非常优秀的学区。好的学区加上家庭图书馆，造就了3个非常成功的儿子。屋主的3个儿子全部是常春藤大学毕业，2个已经做了职业的律师，1个仍然在大学就读，所以这是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非常旺的一个地方。在图书馆的一侧有这样一个双开门通向我们房子的侧院，这个设定是非常合理的。我再次强调，这是一栋大豪宅，横截面非常的宽。如果在我们图书馆这一侧没有这样一个双开门的话，你可能要从前门或后门出去，绕到房子的边院。那这里呢，我也想要讲，这个图书馆是在房子的最左翼，非常远离我们的卧室、客厅、活动娱乐的区域，非常安静的一个角落。这个图书馆还配备了一个壁炉，可以想象一下，在冬天的时候把这个壁炉打开，整个图书馆都暖洋洋的，孩子们在这里看书是非常惬意、非常享受的一个生活。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孩子一定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相信屋主的3个孩子当年就是这样，每天泡在这个图书馆里饱读诗书，所以成绩才会这么优异。
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壁炉的上方有一个很大的画，这个画呢是一个画家叫 Ed Jacobson 在1994年创作的。每一个来到这个图书馆的亲朋好友都对这幅画赞不绝口。好，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细节。这个图书馆里所有的装修，办公桌的桌面、书架、壁炉的外包围、画框、门窗的边框。以及2楼的这个 balcony， 美国人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阳台，所有的扶手全部都是实木的，非常豪华，不折不扣，真材实料。那讲到这个2楼的阳台，我还要再夸赞一下这个房子的户型设计。阳台的后面是家庭办公室，也就是说，除了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这个办公陪伴孩子读书以外，如果你有电话会议，你要打电话要视频，你可以到2楼的家庭办公室去。那你可以很轻松的从办公室走出来，站在阳台上看一下孩子们怎么样啦，跟孩子们说话等等。这个户型真的是太棒了。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5个厅中的正餐厅。大家在电影中看到，正餐厅通常是有一个长长的餐桌，两边坐上亲朋好友，餐桌的2头是男主人和女主人。那这样就是一个正餐厅的标准的配备。我们这个正餐厅所有的窗户都非常的低矮，双开的推拉门通向后院。这个房子因为占地面积足够大，后院可以说是有自家的风景，有 view 的正餐厅。那这个厅呢，它是会客厅，20尺的层高，可以看到2楼的部分也配备了一个壁炉，同样是很好的装修，就不再赘述了。那会客厅在美式的建筑住宅中，它有它的特别的作用，它通常是最靠近正门的。你看你的正门旋转的楼梯，配上华丽的吊灯，非常豪华的样子，很有面儿，对不对？它是外人进来谈谈事情，讲讲什么话，很快就会离开，不会去到房子其他内部的空间，它是这样一个功用。那很多人会疑问说，哎，跟家庭厅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家庭厅。好，那这里呢就是家庭厅，顾名思义，家庭厅是自己一家人相处的地方。比如说吃完晚饭之后，一家人坐在这里，看看电视，烤壁炉。哦，提到这个壁炉哦，每一个房子越多的壁炉，它的造价越昂贵，因为这个壁炉上面是烟囱。你看这个壁炉外面又是红砖墙的这个设定，非常美式，非常耗时去建造这样一个豪宅。那家庭厅的对面，作为这个豪宅的配备，它有一个算是游艺厅或者是娱乐厅吧。这里摆放了桌椅，但实际上呢，你可以摆放一个台球桌。如果你喜欢打台球的话，甚至是咱们中国人喜欢打乒乓球，旁边是这样一个酒吧，你看挂满了这些杯子，可以调一些酒，调一些饮料。家庭厅可以看电视，这边可以打打台球，打打乒乓球，所以这是这个豪宅的另外一个配置，室内的酒吧。下面我们来到了早餐厅。一般的别墅呢，可能只有一个 area 或者是一个吧台作为吃早餐的地方，但是这个别墅有一个专门的早餐厅。这个早餐厅呢是有180度的玻璃窗环绕。你坐在这里吃早餐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后院的风景。有的时候孩子在那边打网球，你也可以看得到。早餐厅的侧面就是我们的主厨房，已经提到过了。这个别墅是有3个厨房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式的 open 的这样一个厨房。中国的客人或者是炒菜比较多、油烟的客人会说，这个可能不适合我，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2个厨房，所以不用担心。那这个主厨房呢，配备了一个有自动感应灯光的 pantry， 里面可以放你的柴米油盐，那你关上的时候，灯光就会自动熄灭。双烤炉这个就不用讲了，标配啊，微波炉、built-in 的冰箱，这些都是不用再多说的。想提一下这个 countertop 这个台面，整个台面是一块花岗岩，非常的豪华。通常来说，我们这个 size 的台面很多都是拼接的，中间切开来2块对在一起的，甚至它的边缘你可以看到这些做工都是非常耗费时间的去打磨。整个厨房的所有的台面全是一种花岗岩。那对于喜欢在厨房忙碌的家庭主妇或者是妈妈们来说，我觉得这个洗菜或者是洗碗池是最棒的地方。这个窗子，你透过窗子就可以看到泳池里或者是网球场上在开心玩乐的孩子们。
那这里就是我们2楼的主卧室，它位于2层的正中间。大家可以看到，主卧室又配备了一个壁炉，这个冬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可能大家还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一旦你习惯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离不开它的。主卧室的双开门，推开之后是一个巨大的阳台。我们第一次影片中给大家展示了这样一个巨型的后院。你的右前方是网球场，你的左前方是私家的泳池、jacuzzi 还有 pool house。这个面积、这个尺寸，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像某一个酒店或者是小区里面的公园一样？简直是太大了，豪宅就一个字，大。那回到室内，这里是主卧室的洗浴间部分，一定是盆浴跟淋浴相分离的，并且它有完全2套洗手台、更衣间、厕所，给男主人和女主人，完全互不干扰。那这边呢，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图书馆的时候提到的2层的阳台，可以站在这里俯瞰正在学习的孩子。那我的这个身后呢，是家庭的办公室部分。这个户型的设计真的非常的合理，阅读和办公在别墅的左侧，那居住和游戏在别墅的右侧，互不干扰。那在整个房子的最右翼是这样一个非常大的 bonus room， 你可以用作家庭健身房，你可以用作工作室、影音室、娱乐室等等。对我而言，我觉得在这个右翼的小角落里，我找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密闭的空间。我之前的视频有提到过，如果我想非常全神贯注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喜欢这样一个很狭窄的角落，躲在里面，我觉得非常帮助我凝聚我的注意力。那在这个 bonus room 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间，因为现在里面有很多卖家的私人物品，我们就不进去看了，但是空间非常的大。我还是想讲一下这个户型的设计，真的非常棒。你看这里有一个洗手间，你可以用作卧室，也可以用作健身房。想想看，你的图书馆在走廊的最尽头，另外一侧这边是健身房，即使是当影音室，你很吵的时候，最内端的图书馆都听不到任何的声音。这个户型设计真的太棒了，非常完美。那来到我们后院的部分，我就不得不再称赞一下这个庄园了，简直就是庄园，1英亩的占地，你环顾四周，全部都是你家的地，你有一种当地主的感觉。这边是我们的 pool house， 这边我们是网球场，网球场跟房子之间还有宽阔的后院的面积，大片的草坪。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pool house。好，通常在尔湾来说，即使你是很大的房子，你只是在后院有一个泳池，最多再做一个 patio。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是真正的分离式的 pool house， 里面有洗手间，有第3厨房，还有一个保姆间。泳池本身我就不说了，喷泉，然后浅水区和深水区 jacuzzi。我们去看一下 pool house， 加热的 jacuzzi。这边就是我们的 pool house。我想讲一下占地大的优势。通常如果你占地比较小，你泳池的设备无论在你院子的哪个边角都会有点吵。但是我们这个房子因为足够大，泳池的设备甚至我们都看不到、听不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在 pool house 这边，我们又有一个户外的这个 fire pit， 它甚至有一个烟囱用于排烟。这边就是我们的第3厨房。一样是标准的配置，这是做烧烤的地方，抽油烟机。大家说啊，那能不能烹饪呢？能不能炒菜？当然是可以的。水池，这边就是我们炒菜的另外2个灶头，它甚至还配备了一个做好的食物保温的这样一个温箱。我们刚才讲到了室内有一个游戏厅、酒吧，室外当然也去不了，这是室外的酒吧。想象一下，你可以邀请朋友、孩子们在你面前游泳、戏水，
朋友们在这里烧烤啊、烹饪啊，冬天的时候甚至可以打开这个 fire pit， 就可以在室外用餐。加州的气候条件下，是不是很完美的一个 pool house 的设定？还有更多。那这里是我们 pool house 的洗手间，它是一个全功能的洗手间，有自己的淋浴，所以如果你游完泳之后，可以在这里冲淋完，换上衣服，就在外面吃东西，然后再回到室内的房间。而且它还是我们分离式保姆间的洗手间。这边就是我们分离式的保姆间，一个洗手间2个公用。那保姆间的外面呢，我们就来到了房子另外一个最大的亮点——私家的网球场。可能你们也看到过我拍的另外的有网球场的房子，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房子的占地非常大，所以这个网球场不仅是全尺寸，而且它的四周空间特别的宽阔。我现在说话甚至有回音。这个就是网球场端线，你看到它距离院墙还有这么宽的空间。两边也一样，而且网球场距离我们的房子中间还有大片的草坪，足够开阔的空间。我们网球场配备了8盏灯光，晚上的时候打开灯光，你可以打个昼夜不停。然后我还要讲这个房子。没有 HOA， 没有物业费的同时，它还没有人管着你。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在你自己的这个庄园占地上，随你的意。你可以打到晚上，打到通宵，只要不吵到邻居都可以。那这面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个水泥挡板墙，你可以练习发球，你也可以打壁球。像我们家的话 ，Lucas 和 Fiona 正在学习网球，在我自己住的小区，我们要去定公共的小区的网球场的时间，每一天只能定1个小时，非常的不便。如果是在这里的话，哇，我觉得这就是喜欢打网球的孩子，或者是喜欢打网球的家长的 dream house。如我刚才所说，网球场跟房子之间还有足够宽的面积，你不仅可以有花园，还有10桌椅凳，放上吃的、喝的、打球的毛巾、用具等等，坐在这里看着孩子打球，哇，简直是太棒了。那在房子的侧面，我们开辟出来另外一块空间。这里是一个小的 storage room， 里面放了一些整理园艺的东西，剪刀啊、扫把啊等等之类的，储存在这个储物间里面。那拾级而上，我们到了自己院子最侧面的边缘。我想提醒大家，大家看到的这些巨石，都是当初的屋主花巨大的代价建造而成的。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很多。这棵树是一棵细的针叶松树，非常古老的树木。我想提醒你们的是，你也许可以买到一块非常大的地块去建造这样一间房子，但是这些古树，你一时之间是建造不出来的。你想移植这样的古树是基本不可能的。那再往这边走呢，就是我们在视频开头提到的，屋主在院子的边角开发出来的一个小农场。这里是种植了蔬菜水果的一片区域。再往里走，他甚至做了一个小的养殖笼。他过去曾经在这里面养过鸡、养过鸭，每天都有新鲜的鸡蛋吃。那我知道有很多华人的屋主喜欢在院子里种一点东西，但如果你后院的面积不够大的情况下，种的东西其实是挺破坏你的观赏性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巨大的后院来说，我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不仅有观赏的花园，有实用的运动场地、pool house、游泳池，我们甚至在边角开辟出来一块区域，都可以种植甚至养殖。哇，简直这个房子，你想要的一切的特点它都有。这边我们到了房子的最右边的侧院。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5个车位的停车库。这个停车库的上方就是我们的 bonus room， 所以户型设计中来说，你车库里的车辆的进出仍然不会吵到另外一侧在学习和办公的你。那这个车库呢，中间3个车位是正常的 size 的，可以停3辆的普通的车。最左边和最右边是高顶的，可以停下普通的房车。那如果你说我喜欢大型的 A 级的房车怎么办？这片区域就可以给你停 A 型的房车。
平时它还是一个篮球场。C 这里有个篮球架，做半个篮球场绰绰有余，非常非常好。你喜欢打网球，喜欢打篮球，喜欢游泳，你喜欢做什么，这个房子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果一直有关注我视频的朋友，肯定知道了，我喜欢打篮球，我也会打篮球，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我经常待的一个地方。好，我刚才提到这个房子没有 HOL， 没有物业委员会，也没有物业费。大家说啊，我喜欢有 gate 的小区，我告诉你，我们有私家的 gate， 我们前面这是我的院墙，这是我们进出车的 gate， 前面走全是我们自己的花园。大家想象一下，像不像在小区里的公园一样？我刚才已经提及到了，你可以买一块地建一栋房子，但是你买不到这样多年的古树，买不到这样的树林。那我们一路往前走，全是房子的横截面啊！这间是我们1楼提到的给长辈住带小庭院的卧室，楼上也是卧室，2个带小阳台的飘窗。那这边呢，我们继续往前走，就到了房子最左侧的这个图书馆。图书馆外面的这个侧院，大家可以看到，单是这个面积就已经大过很多在尔湾300-400万的房子的面积了。这个土地真的是太大了，1个英亩4万多尺。在尔湾或者其他很多地方来说，通常一个房子的占地就是4-5千尺，所以这个房子是10间房子的占地的面积，不折不扣的庄园。2层的这个图书馆的飘窗。再往前走，打开侧面的小院门，我们到了后院的一部分花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花篮式的拱门，是不是很像结婚的婚礼的场地？是的，这里办过很多场的婚礼。曾经有来看房的老美的邻居说，他们都曾经在这里参加过婚礼来着，说明之前的屋主真的是在这里办过婚礼的。这样一个面积的后院，我觉得邀请200-300位嘉宾绰绰有余，一点不会觉得拥挤。你的 pool house、你的花园、你的草坪、网球场。房子更多的细节我们就根本没办法 cover 了，这实在是太大的一间房。比如说正餐厅出来的这个 California Room， 我们整个房子的木片的瓦片保证了房子冬暖夏凉，气温非常适宜。太大的一个庭院，太大的庭院，我都觉得无从说起，真的是太喜欢了。在疫情期间或者是后疫情时代，这样一个房子可以满足你居住的所有的要求，你想做什么，在这里就是你的私家的天堂。好，那这样的话呢，本集视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豪宅的特点。因为房子实在太大，受视频时长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间房间都拍给大家看。对，我们还是邀请大家用评论区里的3D 的链接来查看这个房屋的细节。对，最后也要报一下价格，现在的要价是479.9999美金，你就可以在 Yorba Linda 这样一个好学区，靠近华人区而又没有那么多华人的地方，买到这样一个庄园，它已经可能不用房子来形容它了，是庄园的一个存在。这个庄园可以说拥有你所有想要的关于住宅的一切的特点。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兴趣，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实地带你来看房，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或者是打我的电话。拜拜。拜。